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甜。不知道你们看国产剧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一些男演员，他们绝对不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演绝世美男。今天蛙妹就为大家盘点那些年伤害过我们眼睛的绝世美男。蛙妹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马可。2015年，他在《花千骨》里饰演6届第一美男杀阡陌。姐姐，你好美啊！花千骨的爆红让马可产生了一种幻觉，以为观众都喜欢看他演绝世美男。我真的很美吗？有多美？所以这几年他在邪魅狂狷的道路上狂奔，寻找前世之旅。他饰演了吸血鬼王子亚龙，是3届第一美男。好帅呀！重生之名流巨星，他饰演了一个整容后的美男子。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看看吧，一张完美无缺的脸。斯美人，他饰演了美男子屈原。马可或许并不知道，狂野男孩时期的他才是最帅的呀。你这是什么眼神呢？你是在妒忌我的美貌吗？对自己长相有很大误解的还有一个人，云中歌的男主孟觉是长安第一美男。小说里云歌初遇孟觉是这样的：一个锦衣男子立在店门口，正缓缓摘下头上的墨竹粒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他做来却是异样的风流倜傥，光滑流转间令人不能直视。他的五官完美若玉石雕成，而剧版的出狱是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是这灭霸色的斗笠影响了他的英俊。让我们来看看换上常服之后的杜梦觉。狱中之王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狱中之王啊！他竟然叫我狱中之王。阿加西杜古塞哟！最让我不能忍的是，这一撮销魂的白色挑染是怎么回事啊 ？P.S. 杜淳本人非常自信，采访的时候表示，男人就有男人的样子，希望男性荷尔蒙强一点。另一位年纪大了，一度挣扎在偶像剧的是冯绍峰。鲜肉时期的他可以说是早年的古装男神，美人心计、意气风发的刘璋，一身伪奴、颜值演技巅峰的荣禄，女人花温润如玉的吴少爷，左清鸠豪门少爷沈朝宗。他开始跑偏时接了兰陵王之后，历史书上说兰陵王长公性胆勇而貌若妇人，更是古代4大美男之一。而剧版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的，但是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我打从出生以来，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完美无瑕的女人啦。美女姐姐。别走啊，美女姐姐！这干枯的头发，这一身的赘肉 ，Oh my god！ 隔壁兰陵王妃的诚意起码还有腹肌呀！但忽略美女姐姐这个设定，胖男还是帅的。看女主的小眼神，做的小动作是酥的。冯绍峰真正受到差评是从2016年开始，时隔3年重返电视圈的他，一头扎进了魔幻片。一口气出演了《幻城》《幻城反噬》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《那片星空那片海2》等4部大烂片。换成小说卡索是这样的，而剧版。大雷大欧巴耶欧吉桑，这真的不是在 cosplay 色爹吗 ？P.S. 同是白发杀马特，他被同剧的马天宇秒杀了。那片星空那片海，他饰演了一只美男鱼。被另一只美男鱼黄宗泽秒杀了，这也就算了，最雷人的一段来了。
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王美真的非常建议国内的男演员们，特别是到了中年的男演员，如果想用卖肉来表现自己的帅气的话，健身教练了解一下。不过好歹冯叔他还会爱惜羽毛，搭上了正午阳光拍了《知否》，现在和陈宝国在拍《江山记》。冯叔保持这个节奏，不要停，不要再去拍魔幻偶像剧了。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以下这位何润东，早年的他非常适合高大帅气男孩的角色。玉观音的毛杰是个十恶不赦的毒贩，但一脸孩子气，对安心又爱又恨，下不去手。情定爱琴海阳光帅气的李耀祥，1米阳光的小五，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脑子进水了。明明他的外表与贵气没有1毛钱关系，但他突然迷恋上演霸道总裁。泡沫之夏冷酷忧郁的欧辰是何润东，小时代冷漠英俊的公民是何润东，芙蓉井霸道将军高仲提是何润东，乐俊凯腹黑变态的乐俊凯是何润东。何润东一度被我列为回我小说的黑名单。好不容易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吴聘挣回了观众缘，不演霸总演温和少爷的他格外顺眼，结果彼岸花里的他又演回了霸道总裁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10版泡沫之夏有2大缺点，一是3主演的年龄加起来都快100岁，却还要演高中生；二是黄教主的油腻。据说洛西的原型是金载中，小说里的他是个站在樱花树下的男孩，任性而又神秘。而黄教主他用邪魅一笑来表现洛西的神秘，经常就是老子好帅，老子超帅，快迷上我的表情，演出了一种性骚扰的感觉。明明是昨晚才刚刚看到你，可是就是看不够，就是想要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。小莫，小莫。当然，对比产生美。相比新版洛西全身上下散发着我好拽，你来打我呀的欠揍，我突然觉得黄教主的洛基也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的嘛。对不起，我收回刚刚的那句话。由于黄教主演过太多太过可怕的霸道总裁，以至于我都快忘了，其实他还有一部电视剧《暗香》，这是唯一一个我能 get 到他演技颜值的现代霸道总裁。这部由黄晓明、王珞丹主演的山寨片。哦，对了，杨幂还客串了一把。当初同龄的蛙妹对一见杨过误终身的郭襄深表遗憾，希望黄晓明、杨幂能演男女主再合作一部。结果7年之后，他们拍了《何以笙箫默》。暗香时期的小明还没有用嘴角演戏，还没有机器人式的演技，更没有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的浮夸。他演的是个海归霸道总裁，但面对喜欢的女生，他是忐忑的，他是纠结的，他的表演是含蓄的。与爱人重逢，他的情绪是有层次的。所以以上的这些男演员，他们并非没有演技，他们并不是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角色。马可演狂野男孩的时候更帅，演正剧的杜淳是一身正气，何润东演起温和少爷，软糯的台湾腔让吴聘显得更温文尔雅。不邪魅一笑的黄晓明演霸道总裁是 OK 的，冯绍峰的经典角色更是多了去了。所以各位大哥，真的考虑一下你们的年龄和外表，长相硬朗的就不要试图硬凹绝世美男了，年纪大了就不要演狗血小言剧了，相信自己，成熟大叔也是有魅力的，没有美男光环的男主也是能让观众 get 到酥点的，演技才是关键呀。尝试不同类型的剧，这种行为是值得鼓励的，但要找清楚自己的定位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你心目中辣眼的绝世美男是哪位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，推荐收藏点个赞，微博关注哇哇哇妹，哇妹在这里等你。